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的该进度的频道，我是 Sarah。今天我们有一个特别的嘉宾，他叫 Eon， 他是我的senpai，然后他会来跟我们分享一些他在日本工作的经验，还有给大家一些有关日本工作的 tips， 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欢迎 Eon。Hello， 大家好，我是 Ian。所以你为什么会决定要在日本留学、日本工作？留学是因为我刚刚来的时候就是拿到一个奖学金，所以我才来到日本留学的。可是，在日本打算在日本工作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如果回马来西亚还是去别的国家工作的话有点浪费，因为我会日语，然后如果去别的国家的话好像不会用到日语，而且我想体验一下在日本工作的环境啊，因为听说日本人工作其实很拼，所以我想要体验这方面。所以你完全不怕那个压力，就是想要。本来一开始还在上学的时候会有怕，因为毕竟从学生到工作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换的一个阶段，所以我没有想那么多那个时候。只是就算我不是在日本，我在马来西亚还是我在别的国家，从学生到工作这个阶段的每个人都会经历，而且也会怕，是一种未知数，因为没有经历过，所以觉得那个时候我决定留在日本是一个对的选择，对我来说。那你毕业了之后，你是怎样找到你的第一份工？可以跟我们讲。日本跟很多其他国家不一样，日本在你开始工作的前一年，因为日本的一个学期是从每年的4月到另一年的3月份，所以你在3月份毕业的话，日本的找工作的一整个流程是要从他前一年的3月开始找工作。你要先去每个公司的说明会去了解他们的公司的事业内容，然后你才去决定要不要去把你的简历交给他们那个公司。然后呢，就是在我毕业的前一年开始找工作，然后就去了很多家公司。那个时候因为我大学在离东京比较远，我在那边的时候经常要来回东京，其实那个时候也很累，可是我觉得还是值得的，因为最后还是找到一份工作。所以你做得很开心。我做的也没有说，因为工作毕竟会有它的压力啊，有很多在你身为学生没有体验过的一些事情，对我来说是一个，我觉得我在日本生活的挺开心的。从你在还是学生的时候，你就准备1年，直到你真正进入那个职位，对吗？对。那你是怎么准备？公司其实有给我们很多培训，就是会给我们上很多的课程，让我们准备开始工作的时候会更加能得心应手。所以你工作了1年之后，你觉得你的工作会真的像很多人讲的就很压力，然后常常加班到半夜才回家那种？其实也要看不同的行业会有不同的也会有不一样的情况。比如说比较传统的行业会要求员工加班到很晚，可是因为我的公司跟中国会有很多的一起合作的项目，所以我之前有2个月的时间去了中国，我发现其实中国比日本还更加的拼，他们加班比日本其实还更加多。尤其是我做的行业是 IT 行业，在中国其实是每天晚上10点11点加班是很正常的，而且我在日本我暂时加班到最晚的时间应该是9点半10点左右，然后回到家大概11点吧。所以这就是很累耶，几乎就是回到家就是睡觉，然后隔天就需要去上班。对，我觉得跟学生有很大的区别，就是我工作的时候早上可能6点7点就要起床准备出门，因为我离公司还有1个半小时左右，所以我需要9点上班，我需要7点半就要出门，我才能在9点之前到公司，所以我可能就要7点之前就要起床准备。在日本很多人都是他们通勤就是去上班的路程都会很长，所以就会比较累。所以你在上了班之后，你还有没有时间去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比如说打篮球，我听说你是周手。周手也就是10几年前的事情吧，已经过了很久很久。我在日本其实还有打篮球，之前工作没有那么忙的时候，一般日本的工作时间是早上9点到6点是他们规定的工作时间，过了6点就是加班。刚开始工作的2-3个月左右是有的，然后我就会跟我的日本朋友一起去打篮球，然后我回到家也就7点多，有很多时间去，还会有时候做饭啊，看看电视什么的，打游戏的也有。
所以也不会像别人说的那样，在日本工作就一定会很压力，对吗？日本其实很多大企业啊，他们会有定一个星期里面会有一天是无加班日，很多时候会是在星期三，就是6点下班。可是日本有一个传统，就是虽然有这个无加班日，可是还是很多人加班。就是不会强制说你加班，可是全部人就是很乖的就在加班。对他们来说，加班是一种表现自己很努力的一种方式。而且其实最近我在网上有看到一些图片，他们说日本人在上班睡觉的时候是显示他们工作很努力很用功，其实是一个很错的一个信息。我在网上有看到这个东西，不可能你会在工作时候睡觉的，因为你有多么累的也好，你一睡下去肯定会有人把你叫醒。他会骂你吗？我没有试过，因为我其实没有看过有人敢睡觉，因为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非常不专业的一个举动。可是日本最近有推出一个吃饭的时间是1个小时，所以他们会趁那个1个小时去休息室，还是会在他们的座位上睡觉是有的。可是一到上班的时间，就是一到过了午饭时间1点，他们就要开始工作。还有就是我听过很多，比如说工厂，他们会有在上班9点开始上班嘛，就是9点之前他们会有一个燃就太手，就会要一起做那种体操的，会有吗？真的吗？其实很多公司都会有一个叫朝礼，就是早上的一个小小的一个会议。公司的负责人就是说，比如说那个经理啊，都会报告那一天的工作内容，让大家知道今天我们必须做什么什么什么的。而且你刚才说的那个燃就太手，其实是在一些工厂啊，在一些体力活的工作上可能会有。因为让他们有精神一点才开始上班。普通的办公室工作是不会有那一种东西，就是换成朝礼，对吗？对，早上大家就会起来听领导的一些报告，比如说今天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啊，还是大家今天也要努力工作啊，就一些鼓励的一些话会是有的。那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常常会听到，或者是在日剧里面看到说，如果上司还没有回家，属下就不敢回家的那一种，是真的有这种习惯吗？对，因为其实比如说我刚才说早上他们会有一个上司分配工作还是报告的一个小小的会议，所以当你的上司分配一些工作给你的时候，你还没有工作完的时候，你就不会想要回家。而且如果上司还没有回家，就是代表他的手头上的工作还没有做完。那你身为一个下属，日本认为就是你要去跟你的上司说，我手头上的工作已经做完了，你有什么工作要分配给我吗？如果有的话就不能回家，如果没有的话就可以回。如果真的是没有工作，上司是有特别的事情要留下来的话，他会告诉你先回家。可是，一般这种情况，在传统的日本企业，如果上司还没有回家，很多下属都不会擅自说自己回家，除非有特别的事情，他会跟上司说今天是我的妈妈的生日，我想早点回家跟妈妈庆祝。这种情况，日本其实还是通情达理的，还是会让你回家，除非有什么必须要做完的工作的话，那就没有办法回家。那会不会有抵压下属的那一种情况发生？Power harassment 他们称为 power hara。其实日本除了 power hara 还有很多sexual harassment，他们叫 sex hara， 还有很多这种 harassment。其实，在那个很多公司里面其实是有的 power hara， 因为日本是一个很看重经验和年龄的一个国家，就是说你的年龄越高你是一个长辈，你在那个公司里面你就是一个领导的一种感觉。虽然可能你的职位会比一些新的人低，可是因为他会认为他年纪比较大，他经验比你多，他就会让你做很多事情。其实 power harassment 在日本还是有的。那会不会真的就好像比如说放工了一起去喝酒的时候，就会强制你喝酒，会有这种事情吗？因为日本是一个集体社会，他们会很喜欢这种集体活动，一起工作，一起下班喝酒。所以在日本以前是有，可是最近这几年，如果你真的不想去的话，你就可以选择不去。你跟你的同事上司说你其实不太会喝酒，还是可以选择不去的。可是如果你要想到你以后跟你的工作的，比如说如果你今天不跟他去喝酒，明天你的工作会不是特别的顺利，其实还是会有的。因为他会觉得你不合群，你跟大家的关系不太好，其实还是会影响工作的。原来如此。因为我之前我去实习的时候，我也是因为我不太能喝酒，所以我会跟去，只是我会拒绝喝酒，或者是我就说我只能喝一点点，或者是如果我知道说他会强制我喝酒，我就直接告诉他说我是对酒精敏感。在这样的情况下，你觉得会影响吗？
就影响你的升职，影响你的工作？我觉得主要你能升职，还是主要是看你的工作能力。可是维持跟同事的关系也是非常重要。喝酒其实因为日本在工作的时候不会谈很多私人的话题，所以如果你要跟他们更加的促进彼此的关系，下班一起吃饭喝酒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方式。所以跟你的同事的关系好也是会帮助到你以后升职的机会的。因为任何老板都希望他提升的那个人可以跟下属沟通的很好，相处的很好，所以人际关系好其实还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在日本的公司，女性的职员的比例会多少？女生真的很少吗？其实我觉得 IT 行业会比较少一点，就是80%会是男的，20%是女的。可是，在其他行业，比如说做 marketing， 还是你做广告啊这种公司，还是 consulting 这种公司，还是女性的比例也是会很多。尤其是广告行业啊，80%的可能都是女性会比较多。这纯粹是我个人的意见没有任何数据来支持的，所以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找一下。然后会容易接近吗？就是公司的女性，会有女性朋友？女性朋友，其实因为我是一个理科男，所以我从大学开始一直都是理科，所以我读的是机械工程，然后我第一份工作是 IT 行业，所以女性会比较少。大家不要被网上的很多的错误信息所影响，日本的女性其实是和我们其他很多国家女性都是很正常的女性。正常的女性有什么不正常吗？对，明白。然后因为我其实来日本上学还是上课，大家都会抱着一种就是日本是一个男性的天堂，因为其实日本女孩子，尤其是结婚了的日本女孩子，会就是对老公特别的好，照顾孩子做饭。其实我觉得肯定是有这种印象，可是这肯定都是20-30年前树立的一种日本女性的一个形象。其实现代的日本女性都是很独立的，就算结了婚也非常有工作能力，也会出来工作赚钱养家，也是有的。确实现在日本的女生的社会地位也没有像以前那样低了，全部都会自己站出来。那外国人的比例呢？其实在日本他们10-20年前是非常的拒绝和外国人接触的，因为他们的种族意识很强。可是这几年来，因为日本的那个人口一直在下降，所以其实他们都是很鼓励外国人进来日本工作，而且最近这几年非常的欢迎外国人来日本工作，而且像我们这种外国人在日本那个 demand 也是很高的，不会太难找到工作，只要你是有能力的。因为日本他们的语言能力会比很多国家差一点点，所以比如说你会英语还是你会中文的话，你在日本找工作是非常的容易找到工作。确实。喜欢我们的影片吗？请分享出去，按赞、订阅。第一份工作的工钱是在哪一个单位？可以问吗？平均是很多很高请问你有什么给那些想要以后在日本发展的建议吗？他们很多时候都会问你在日本以后想要怎么样的发展，我会建议你们说打开小铃铛才不会错过下次影片哦。